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当前热映电影票房榜，《唐探》1900跌至第2，第一票房突破15亿元。到1月31日晚上19时28分为止，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实时统计数据，目前热门电影的票房榜前5名如下所示：1. 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作品，电影的票房收入达到了15.38亿元，主要演员包括吕燕婷、囧森瑟夫以及汉默。电影评论：哪吒之魔童闹海作为魔童宇宙的续篇，通过更加壮观的视觉效果和更为尖锐的情感传达，成功地对东方神话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重塑。这部电影将哪吒和敖丙之间的命定对决引向了深海的深处，在这片幽蓝的巨浪中，对善恶标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魔丸与灵珠之间的紧密联系，这既是命运的束缚，也是觉醒的火种。导演运用水墨泼天的艺术手法，重新塑造了龙宫的形象，将传统的闹海主题提升为少年与父权、天命之间的冲突，以及李靖与他的妻子对孩子深沉的爱与敖丙的族群束缚相互映照，从而揭示了更为复杂的伦理难题。在动作设计中，深海流体动力学的元素被巧妙地融入其中，使得打斗场面如同狂草般富有诗意。与此同时，哪吒的那句"我命由我不由沧海"的嘶吼，在当代年轻人的共鸣中引发了一阵震撼的雷声。2. 唐探1900这部作品，电影的票房收入达到了11.85亿元，主演阵容包括王宝强、刘昊然以及周润发。关于这部影片的评价，坦白说，我觉得它并没有网上所描述的那么不堪，只要不将其局限于喜剧元素，那它还算不错。如果不是因为唐探系列的存在，它可能会更加吸引人。故事的前半部分叙述的相当出色，白振邦与爱丽丝的邂逅似乎陷入了低潮。幸运的是，后续的情节使得这段爱情故事变得更为丰富。这一次的情节转折不再采用犯罪方式，而是借助资本主义的缺陷来达到目的。由于某些情节让人感到有些尴尬，因此不需要喜剧元素来设定预期，这样更有可能满足观众的期待。宏伟的叙述是可以接受的。总体而言，适用于春节档期的娱乐电影，除了由原来的演员阵容主演之外，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与唐探风格不同的唐探，因此那些没有观看的观众完全有机会去一探究竟。3. 封神第2部，战火西岐这部作品，电影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.24亿元，主演阵容包括黄渤、于适以及纳尔纳西。关于电影的评价，总的来看，它是不错的，但与第一部相比仍有些许差距。与第一部相比，特效和美术都有了明显的提升，但在剧情、对白和表演技巧上都有所退步。在特效方面，除了阴交法相和魔家四将、十绝法阵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令人感到紧张之外，其他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出色。特别是阴交法相，从效果图来看，人们可能会误以为他是刺杀小说家中的赤发鬼，但实际看到的却是与曼哈顿博士低配的角色，这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紧张。原本预期中的场面会是各路神仙与西岐的军民激烈战斗，但实际看到的是偷家
法阵施法和魔家四将被击败的场面，实际情况远低于预期。因此，从总体上看，这部影片的质量是中等水平的。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这部作品，电影的票房收入达到了4.71亿元，主演阵容包括肖战、庄达菲以及梁家辉。电影评论：原作的基础扎实，无论如何修改都不会太过崩溃。郭靖展现出坚定的意志，黄蓉则散发出大气的气质。靖荣无疑是我心目中的 CP 人设天花板。然而，仲玉的情节被修改得不太愉快，特别是在大雨中的仲玉实在是太痛苦了。我特别喜欢黄蓉在草原的那一段经历，她与华筝的文学、戏剧和武术都写得非常出色。每次相遇，都会被蓉儿流下的眼泪深深打动。徐克，你当然也会尝试拍摄一些女性角色。我原先对是否会有太多的战争场面感到担忧，但后来我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核心其实是停战，并且还在大力推广传统武侠。《五熊出没：重启未来》这部作品，电影的票房收入达到了3.00亿元，主演阵容包括谭笑、张秉军以及张伟。电影评论：熊出没：重启未来是一部高度赞扬英雄和智慧的作品。作为一部主要针对儿童观众的电影，它表现得非常出色。它散播了有关智慧、勇气和责任感的种子。我们目睹了包子具有毁灭性的力量，也看到了城主救世主外表华丽但内心却充满权力扭曲的灵魂。我们还看到了平庸之恶和孤勇者的光芒。这些光芒照亮并粉碎了由包子和恶权构建的围城，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尽管年纪尚小，但梦想却很大，身体尚未成熟但充满力量。他那微弱的光芒吸引并点亮了微弱的光线，最终星星之火转化为了燎原之势，邪恶的围攻随之瓦解，一个新的世界开始缓缓升起。因此，总体而言，尽管这个剧情是专为孩子们设计的，但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，它同样具有震撼性。